其实一般来讲，无论是海军或空军都不会任意的开启射控雷达。那为什么大家会认为开启射控雷达是死亡凝视？也就是我已经在完成瞄准的动作了。而且我们要特别注意一点，它其实在视距外就已经被锁定了。这一次的事件其实代表它真正的含义，也就是中国大陆的这个编队已经不像过去了，会比以往来得更为强硬。好，观众朋友，今天我们会节目持续的来关心中日的战机，这一回真的是擦枪走火了。现在说距离战争只剩下最后的一步了。日本跟歼辽宁舰现在被爆出是装无辜吗？解放军则是不忍了，开始有了大动作。今天我们会一起的来做解读。三个火线话题，今天会请来宾来帮我们特别做解读的。中日这一回的战机死亡凝视时间高达了31分钟，大陆火控雷达这一回锁定的日本。F-15这一次可以说是距离开战只差最后一根扳机了吗？第二件事情来关心的是，大陆的辽宁舰百次的起降，宫古海峡的空域也被逼到了极限。日本现在说了，中国大陆你在挑衅，日本则是回说，是日本你跟监滋扰。到底这一场这个事件谁在找战呢？最后面来关心到的是高市早苗挑明的台湾有事等于日本有事之后，说了这份言论遭到了言论跟军事上面的双重击杀。但是本来以为美国会驰援的川普至今却是沉默不挺日本。今天我们来关心的是，盟友是瞬间消失了吗？来自于美国的帮忙，日本会不会被迫独自要面对中国大陆？今天都会一次的就这些议题来做解读。我们来赶快关心刚刚特别提到的中日离开战真的只差最后的一小步了吗？最新消息赶快来看到是日本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突然间在这一天是7号的凌晨召开了紧急记者会。小泉进次郎是这样说的，公布了一场在冲绳东南方的上空发生的这一场危机，罕见的主动公开，他说是在冲绳外海上空，而且是濒临战争的一个事件。赶快来回顾当时发生这件事情的整个状况，是在12月6号的16点32分到35分之间，辽宁舰起飞的这个歼15对执行紧急升空任务的日本 F-15进行了这个是火控雷达的照射，紧接着非常的紧张18点37分到19点08分这30分钟，又对另外一架的日本 F-15也遭到了火控雷达持续的来做锁定。大家在关心说火控雷达到底是什么？等一下我们也会请专家来做解读。简单的来说，就是战机已经瞄准准备开火的一个重要信号了。就像我们比喻这个电影《捍卫战士》里面这个警报狂响的那一刻，你就会知道你已经在对方的枪口下了。这一次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对日本长达31分钟持续锁定，被外界形容是这个叫做死亡凝视。另外一方面是辽宁舰的战机加直升机在6号到7号2天内起降了破100次，专家是这样形容的。中国大陆解放军只差最后一步就会爆发战争了，已经不忍了，真的是这样吗？节目一开始要请吕舰长来带我们看中日这一次的争议，距离开战真的只剩最后一步了吗？中国选在这个时间地点亮出了火控雷达，是这张底牌吗？舰长怎么看？究竟什么是火控雷达？它其实就是射控雷达，那它的英文叫做 Fire Control Radar。所以你要翻译成射控是 OK 的，你要翻译成火控，其实更贴近美国原来就是英文的用法那其实我们在发射飞弹之前呢，都要先建立瞄准线。所谓的瞄准线就是 line of sight， 那其实也就是射控雷达的照明。照明之后就锁定，然后接下来发射飞弹才会建立另外一个，也就是射线的部分也就是line of fire 的部分。那这两个部分呢，也就是刚刚讲的，为什么大家会认为开启射控雷达是死亡凝视，也就是我已经在完成瞄准的动作了。那现在大家在讨论这件事情不过我们要先想到一件事情，其实一般来讲。无论是海军或空军都不会任意的开启射控雷达，为什么？因为其实现在所有的无论是载空机或者是水面的舰艇，它都有非常多的
这一个有关于无线电的接收装置，你只要一发射一锁定的时候，其实你的电磁参数也就暴露了。那如果说我们看到这一次的这个位置啊，如果按照这个小泉他宣布的这个，也就是防卫大臣他在开记者会的时间的话，应该是在这个转向往东北的方向。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看到它这个辽宁舰，它穿越宫古海峡往东南，这个都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但是唯一不同的，也就是它这一次，它在这个冲大东岛这一个以西的位置，它就已经北转，向东北转。那向东北转的话，其实更接近冲绳。这个是对于日本来讲，他觉得它有一定的一个威胁，所以他就立刻起飞战机来。那也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说，有关于这一个射控雷达的部分啊，它一共我们讲到，刚刚主持人也直接告诉我们了。开启了时间，那但是呢，我们这样讲，其实2013年1月的时候，其实这件事情也就发生过，不过那个时候是舰艇发射的，那这一次呢是战机发射的。那战机为什么发射这一个射控雷达的讯号？其实我们来看一看啊，美国或者是日本在遇到解放军的各型舰艇，包含航母舰打击群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一个应对？我们可以看到，在2021年的时候，他们是如此应对，也就是他们认为说，这没什么，而且他为什么穿越这整个的一个打击群的一个平位，然后进到这么近的距离，大概就是不到3000码的距离啊。那这个是我们看到美军其实。它是一个比较挑衅的作为。那我们在之前呢，也就是在去年的1月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是南昌舰，它得到了10代楷模。那它为什么得到10代楷模？其实跟这一次的感觉其实可能很像啊。也就是说，来了2架的外国的战机，然后不断的逼近，那也就是他们开启了舰上的系统。那这是我们讲到说上一次10代楷模的事情。那这一次呢？对不起，是航空母舰打击群。那当然，航空母舰打击群它不是当场起飞，它是原来就有载空机的，也就是我们讲到的 CAP， 也就是雷达的这一种巡弋的在空巡弋机。那我就直接的派这个1批2架次直接去拦截，而且我们其实要特别注意一点，它其实在视距外就已经被锁定了。意思是什么？中国大陆其实是非常的，对于这件事情，他已经非常的有他的警觉心，而且他绝对不让，类似我们刚刚看的那个伯克级驱逐舰，他的舰长翘个腿，然后在那边，然后做这个如此的事情啊。那这也就是我们讲到说，这一次的事件，其实代表它真正的含义，也就是，中国大陆的这个编队。它应处已经不像过去了，然后会比以往来的更为强硬。好，中国大陆已经蓄势待发。那针对这一场战事，有人说是不是一触即发？现在双方中日双方则是互控，是你先挑衅的。我们来看到大陆方面说什么，还有日本方面又说什么。先来看到日本的小泉进次郎是立刻痛批说，中国大陆的动作是极度危险的。那首相高市早苗也强调说，我们冷静，但是会坚定的来应对。外务省也直接就召见了中国大陆的大使来强烈的抗议。中方的国防部长张小刚则是强烈的反击，他说：“我们辽宁舰在这个宫古海峡以东训练是符合国际法的，日本你才是恶意跟监。”然后也指控日方多次的派他们的 F-15来闯入演训区，痛骂日本是贼喊抓贼。倒打一把，这个辽宁舰100次的起降，中国大陆跟日本现在互相在痛批对方，到底是谁在挑衅？委员怎么解读？不能那么单纯的从挑衅或者反挑衅的角度来看。双方面在这个区域在干什么？为什么解放军的舰队要在这个位置进行演练？那个是最标准的宫古海峡封锁战跟宫古海峡反封锁战。这个宫古海峡，如果先从日本要封锁宫古海峡这种意图，以及它的部署，
那中国大陆如何去突破这个宫古海峡的封锁战？我们来看一下哈，宫古海峡怎么被日本封锁？宫古海峡的位置大概就是在应该在这里，这是宫古海峡的位置在这里，在这里。然后以日本可能部署的提防导弹，假设在没有导弹基地的4国部署提防导弹，它的攻击范围，这最内圈的是标6的攻击范围，最外圈呢是战斧导弹的攻击范围。因为这种提风导弹啊，是这个提风系统是由标6再加上战斧导弹，所以战斧假设它打1600公里，涵盖的范围就是涵盖整个宫古海峡，涵盖整个宫古海峡。所以解放军特别在这个位置里面做演练，就在这个位置做演练，所以表示解放军要突破宫古海峡，然后这个如果必要的时候，日本军队配合美军要封锁宫古海峡，所以解放军演练地点当然选在这里啊。通常演练地点选择在哪里？除了有一些基本技术的演练要求之外，事实上选择战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地点。所以目前如果从日本本岛装设提防导弹，大概就是最大的攻击范围在这里，然后这个内部标落在这，还有一个叫什么？叫做这个 precision strike missile， 就是精准打击导弹啊，它的范围大概就在这里，通通对宫古海峡有封锁的作用。那假设他们以后不只是在日本本岛装提风，也在什么也在石垣岛跟那个与那国岛去装设什么？去装设他们自己生产的124的反舰导弹，或者是这个034的防空导弹。034大概打这个，那12打这个，你可以看得出来，宫古海峡在哪里？就在这里，在这里。所以解放军在这里演习，也就是都是它的打击范围。那通常导弹的打击范围一般来讲，日本现在这个导弹都还没有完全装置完成，所以它必须要把它的这个战机的监视范围扩大到大概导弹的攻击范围那解放军就当然要去模拟一个反封锁的作战了。你飞机来，我锁定你；你导弹来，我拦截你。大概处于这种状态当中。但是如果说中日紧张，我们可以说其实也早就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们先来看到辽宁号它在冲绳的外海训练，刚刚提到了，其实我们从过去历史上面也可以看到一些的迹象。在今年6月的时候，其实大陆甚至派出了它的辽宁舰跟这个山东舰双航母在同一片海进行这个大规模的演练。那日本自卫队也是一路跟监，但当时呢，虽然有这样子的事件，但是双方的关系毕竟没有这么紧绷，所以还算克制，这事件就这样子过了。那这一次就是因为这个首相高市早苗他拒绝收回台湾有事，等于日本有事，所以爆发了这样子的一个重大争议。现在让日本最心寒的是，原本呢，川普看起来他已经表态说会出面挺日本，但是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只有国务院的社群贴文一句话而已，而且没有任何的联合声明，甚至是没有强硬的表态。金融时报做了一个报道，他说呢，川普对于日本的承诺到底是不是跳票了呢？美国根本不想被日本拉下水嘛？杨老师怎么解读？没有错，我觉得这一次高市的发言事件到现在其实已经，我本来以为说开始会进入到一个僵局的状态，但是呢，事件可能会再发展。因为你看到大陆这边其实是个警告，这是警告你飞得太近，也警告你高市不撤回，同时也警告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当中要求日本扮演第一岛链的所谓这个安全角色。那日本呢，我觉得在扩大，在操作这个议题。2点钟开记者会，我还没有记得我们台湾哪个政治人物2点钟开记者会，打起仗来了没有？有没有任何的损伤？没有啊。防卫大臣2点钟开记者会，那第二天高市也在加码抗议，还找中国驻日本大使来表达抗议。那其实整个过程我看到日本的这个内容他都没有讲两机的距离多远，而你距离人家整个演习的这个船舰，它船舰3只都显现出来，距离多远，他都没有写出来。而且我们都知道，自从高市发言之后，在这个区域其实
大陆有相当多的就是这个船舰、水面舰，而且经常的在做演习。2天在辽宁舰可能都将近100次的这种起降。那日本当然你会警戒，我这个可以理解，但是你过于靠近，当然要受到警告。比方说，去年7月的时候，日本有一艘驱逐舰叫梁越号，它跑到浙江的门口，在那边监视了中国大陆的演习，结果呢，跑进去领海里面20分钟，大陆这边抗议啊，日本不理，所以到8月24号的时候，大陆一艘运9的这个侦测机，侦察机就在日本9州外面的男女群岛这边旋外海上，然后进入到领空15分钟，日本就把它做，你看中国军机侵略日本领土，那1个礼拜之后呢，日本自卫队悄悄的把那个梁越号的舰长给换掉，所以这一次我觉得日本这边的操作的情况非常明显，而美国呢从头到尾没有讲话，因为就在昨天，加州有一个雷根图书馆开一个雷根战略会议，同时美国的国防部长还有美国的参谋联席会议的主席都到了，参谋联席会议的主席都还被记者问到，你对这次的中日紧张的看法，他完全没有提到中日紧张，也没有提到日本，他只说中国的军力的发展，然后走向一个全球的布局，好像还蛮正面的。美国现在的态度，基本上我认为2句话，美霸退出西太平洋，这个美霸不是爸爸的霸是霸权的霸，美国没有退出西太平洋，他在那边有经济利益，但美国霸权退出西太平洋，美军转为战略守势，你有没有看到最近这几年，任何在驻韩或驻日美军跟中国大陆解放军有任何擦撞，或者是警告，或者真的之类，除了在台湾海峡之外，对，都是日本。所以日本的角色现在变得好积极。小泉进次郎，当然我个人觉得他也是为他想做下一任首相做准备，因为他知道现在日本整个向右转、保守化、反中的氛围，所以这种民粹操作在晚上2点钟开记者会，我就觉得真的是可以到达这种地步。但我必须要讲中国大陆的那个海军的发言人到第2天的12点45才一个公告出来。其实国际媒体跟所有的华文媒体都已经照日本的讲法写出来了。到了当天的下午，到现在我们才了解，其实真的不安全、不专业是谁？是不是日本你太过于频次过高的接近，而且你4点钟来一次，被照了一下之后，你6点钟再来一次，好像照得不够爽，因为那个所谓的这个火控雷达的照射就刚才小院长讲得很清楚，因为它那个就是高频率的那个很容易过热。所以当它一照射，跟就是导弹要发射的这个根本是等于是这个一致的，那个窗口时间很短。可是即使如此呢，在4点6点的时候呢，应该是说歼15上的飞行员用人工的卸弹，就等于是停掉那个飞弹发射的这个程序。一般的话，通常照射锁定飞弹发射，这大概是一个瞬间的。那但是呢，他用这种方式告诉你，然后呢，你4点不行，你6点再来一次，再来一次不就没事了吗？为什么呢？2点开记者会，为什么不选择3点好了？为什么4点？所以这个时间点，然后呢，第2天这样子，所以你看到美国的反应其实让日本更为挫折感。美国就是没反应，而且再加上他们讲的话以及那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实际上所显现出来，美国在整个西太平洋已经开始在战略收缩、战略守势了。观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赶快来看到在中日的这一场政治外交上面的冲突，现在竟然是整体已经扩大到延烧到整个第一岛链去了。那么我们今天会来关心到的是火线话题，等一下会来看到的是100艘共军的舰队已经悄悄的压境在第一岛链了。北京还是零宣传，沉默大军整体逼近在西太平洋地区。美日台现在全面紧绷太平洋版的古巴危机难道会正式的
此刻要引爆了吗？今天都会一起做关注。好，今天3个火线话题，我们会带观众朋友先来关心到的是，来自于这个百艘解放军的军舰，现在可以说已经整体压进在第一岛链了。等一下，厉将军会带我们来看，包括北京，我们现在要来了解它到底在下什么猛棋，而且媒体在中国大陆的媒体方面是完全沉默，没有做任何相关的报道的，非常的神秘。等一下来做关心。解放军这一次出动，包括了它的空中有3剑客，还有海上的神盾舰052D，打造第一岛链外海最强沙阵吗？最后来看到的是，难道太平洋的版的古巴危机会重演吗？美国在这个时候会做出怎么样的抉择？赶快来看到这是最新消息，12月4号来自于路透社的最新报道。刚刚讲了，大陆的媒体是没有报道的，所以我们看到来自于路透社的报道，就是中国大陆在本周在第一岛链已经部署了超过100艘的海军舰艇，还包括了在海警船都有，一路是从黄海的南部一直到东海、南海，都可以看到各种的武器深入在整个西太平洋地区。90艘目前仍在西太平洋这边很活跃的做活动，执行针对外国船只的模拟攻击演练以及操演区域拒止等等的行动。台湾国安局长蔡明彦同步证实，确实共军在西太平洋有4支的海军编队正在活动。路透社也特别指出了，部分共机的舰艇跟战机都已经开始对外国船只进行刚刚讲的这个模拟攻击以及拒止的行动，目的都是要来阻绝美军的增援，要来封死第一岛链。赶快来看到下一张图，等一下会请厉将军带我们特别来关心第一岛链的要冲。我们今天会从北到南，一直看到几个重要的地点，不管是从大隅海峡到这个普格拉海峡，一直到这个宫古跟巴士海峡，都可以看到解放军的武器。如果解放军真的有眼转战，会如何来做进攻？这个有关于战情，我们请厉将军来带我们看。思敏给我的作战任务由眼转战，是指挥官受命后第一件事情要做任务分析。任务分析第一件事情要确认指挥官的作战任务，还有我军要如何部署跟行动。作战任务第一个分析就是这个要决定自己的有几个任务，哪个是主要任务，哪个是次要任务。好，这是第一个我们做任务分析要知道的。那各位可以判断，好，如果这时候这个台湾有事，然后就是日本有事，那现在如果说你是战场指挥官的话，你会优先，你的任务优先目标是日本还是台湾？我想大家显而易见，应该就是以台湾为主要任务。好，这个是次要任务。第二个来讲，我们在讲兵力运用方面，一定要讲究集中与节约。好，在集中方面要打击，在节约方面，尽量用拘束。那如果说日本跟台湾哪边来讲，我集中兵力的地方，现在如果说是这个我是东部战区指挥官来讲的话，有上百艘战舰受我指挥，这种状况下，我一定集中兵力来打台湾。好，那日本方面来讲的话，我就节约兵力，我不用用很多的兵力。那第三个，我们讲拘束与打击，将次要的方向你一定要拘束住，让日本动不了，让日本不敢动。这个时候，让他没有办法来支援台湾的作战，这时候我才能够用全力打台湾。基于以上几个原则，我们来做我们的兵力部署跟判断。好，当然这个解放军来讲的话，它可以利用大隅海峡跟马毛岛在这个地方，用少部分的舰艇，还有用它的导弹来对它做威胁，然后让日军在这个地方不敢轻举妄动。还有一个地方不要忘了，就是北边有一个大毛俄罗斯。俄罗斯如果这个时候可以跟中国在军事同盟来讲的话，对日本的北方，我们现在看到包括白令海峡这些地方来讲的话，甚至于这个北海道这边，如果俄罗斯在北边有所动作那甚至于朝鲜那边有所动作来讲的话，我相信日本会被拘束在这个地方。这时候高市早苗或这个他们的这个小泉我相信这时候一定不敢轻举妄动。那第二个来讲的话，我认为会用的地方就是这个以这个他的舰队一定会出这个宫古海峡宫古海峡，这趁着你不敢动的状况之下，我舰队立刻出宫古海峡。这个舰队极可能是我认为是山东跟辽宁双航母的舰队，然后在这个地方
这个担任这个主援的任务，阻止美军就是反介入跟区域拒止。那大家还会问，那福建舰到哪里去了？我认为福建舰可能是到南海这边，是南海这边，因为美军也有可能从南海这边上来，所以我在这2个门我都关起来了，哈，这南北。这个东边这个门跟南边这个门我关起来，北边这边啊，我用一部分兵力拘束住日本，让日军不敢轻举妄动。这时候我就可以集中我的全力啊，因为这边海峡只有200公里宽，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我的是075哈，在075我几艘075在西边海域，076部署在这个地方，因为它有电磁弹射的无人机，可以担任制空作战，也可以登陆作战，哈。放在这个地方，也可以牵制到与那国岛。它虽然说与那国岛部署了防空导弹，但是我相信，如果说以076的舰载机，就无人舰载机攻击21来讲的话，要这个歼灭与那国岛的这种空导弹、对空导弹，我想是这个轻而易举的事情。好，076部署在这边，075分别部署在台湾的北、中、南，置重点在北。置重点在北，南部这边也是一样，让南部的兵力不敢轻易向北转移运用。在这种状况下，我想说上百艘军舰，我如果说将台湾武统台湾，将台湾拿下来之后，各位想想看，日本这时候还没有作战意义，就没有太大作战意义的。我相信高市早苗这时候也不会在这边这个在讲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那紧接着后续就是外交上的动作，所以我认为，如果说是按照这个军事上面思维理则来讲的话，不管是主从任务主要任务、次要任务，然后这边是主要打击这边是次要打击拘束的方向，这边是拒止方向，这样我们台湾来讲，要思考我们怎么样在这种状况下能够获得美军的资源，能够获得日军的资源。我认为日军顶多大概能够提供给我们台湾的。大概2种方式，一种是情报方面的资源大概可以情报方面，可是第2个来讲的话，它可能在潜舰方面会有所的协助，因为潜舰来讲，毕竟不是水面的暂停嘛，而且你不太容易判断是哪一个国家的这个潜舰，但是大家不要忽略了如果说它潜舰这个要到这边来的话，同样如果解放军在这边这个如果这边有076来讲的话这边有这个。它这个航空母舰上面都有相关的反潜机那双方来讲，未来在这个地方机可能不管是水面或者是水下都可能爆发主要的战场会在这边发生，但是关键还是在主要作战还是台湾的登陆作战，这是关键是所在，然后怎么样让登陆部队可以持续不断获得资源？我觉得解放军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的这种功课，包括他这个做了那种登陆的接驳船，一艘接一艘的那种接驳滩岸的接驳船或者是说它的滚装货轮都是登陆的持续战力。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认为说是日本如果说是要来协助台湾作战，确实是有它的困难，因为这个地方毕竟隔了这么多个马毛岛、奄美大岛。那如果说这个055大区的舰队又在这个地方对它形成威胁，切断它大家看到很明显的切断它的兵力。我觉得我们台湾来讲，还是要思考怎么样在没有外援之下独立作战。好，谢谢厉将军。现在刚刚将军带我们看到的是整体解放军，如果真的发生所谓的武统，那可能的作战想定。那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看到解放军这一次的大回的动作，其实包括了海空都有非常多的武器。我们今天也要特别来盘点，总共是海空出动了哪一些武器？来自于路透社的最新报道，同时央视干脆也直接点名了，包括在空中有出动3款武器，大家叫它3剑客，攻击11、歼20跟它的歼16。那么在海上同样呢，则是出动了中华神盾哦。这一款是这个052D， 那么它是新改良款的052DM， 在今年呢，至少我们已经看到它成军了5艘以上。比较不一样的事情是，它改良之后有哪一些比较改进的武器的部分呢？就是它换装了 X 波段，可以快反雷达，提高对于低慢小的目标跟逆中目标的一种探测能力。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请张将军来从军事也帮我们做解析，解放军最新的刚刚提到的空中的3剑客加052DN 的这个神盾舰战力组合又有多狠？那我们先来看那个空中3剑客，包含攻击11、歼20跟歼16，它各有各的任务，各有各的任务呢，要针对任务的特性、目标物的特性，
来做机种的搭配。那攻击11做什么？攻击11做踹门。歼20呢负责制空空优，因为它逆中战机，负责空优交给他。这个歼16负责对地或对海打击攻击。那我们看，那攻击11它的这个作战航程它4000公里，所以它算是个有空用型也有海用型。海用型它可以在航空母舰上起飞，海用型嘛，所以它是2种都可以。然后呢，它只要装什么呢？装在上面飞机上，只要挂2公吨的反辐射飞弹，把雷达打瞎就可以了，踹门嘛。踹门完毕之后，逆中战机歼20出来的时候，所有的制空通通交给他，让对方的战斗机或什么会抓不到逆中战机，逆中战机抓得到它，上面挂的这个长距离的或短距离的空对空飞弹。那真正的打击的歼16，那歼16它有12个挂载，最大的满载是12公吨。你要打个折，你打仗的时候不会说12公吨挂得满满的，大概挂个8公吨差不多了。那可以挂鹰击6两、鹰击83，我就看它要针对任务性质啦。鹰击6两或者鹰击83的性质，专门做对海打击。因为什么？因为讲到了第一岛链，你从这几个海峡，宫古海峡或巴士海峡，或者是那个中国海峡。这个军清海峡，它这个都可以出来啊！可以出来的时候，这个在东海还有巴士海峡都可以来实施这个海域上的扫荡。那这个交给谁？就歼16嘛。所以我们看踹门，掌握空优，然后对地或者对海打击，这个刚好就变成3位一体。一种机型，你让它包山包海，又要对空，又要对海，又要对地，又要去踹门，这个任务你通通交给他，反而贝多利分。你都不专精，你又要对空，你又要去对海，你都不专精。这个我们把分工分得很清楚，让这些真正执行任务的歼16专心去对舰，空对舰的飞弹就下去，83鹰击8或者鹰击62下去，把这个军舰给它集成，它专进行。那这样的话，功能是发挥到最多。那我们现在看到海军，看到动5两 DM 就是现代化了，中华神的7000公吨。7000吨级的，最重要它改良在哪里？以前呢，它的这个搜索雷达是 C 波段跟 S 波段，那它现在加了一个 X 波段，X 波段是强迫雷达。那强迫雷达看得远，因为我们知道最主要海上你要怎么克服？因为它有个曲度，那曲度一远的地方你看不到，因为它是地球，你这个雷达波是它不会转弯的，雷达波是直射的，你地球曲度那远的地方，它直接过去，它在下面。你根本没办法发现目标，那这个就重要了。我要换 X 波段，强迫雷达要出来了。它这个强迫雷达的型号是364型，那364型专门抓低空目标。我们知道有时候低空目标，尤其是反舰飞弹，这个空对舰飞弹或舰对飞弹过来了，那这个时候我要去在第一时间先发现有飞弹来袭，然后我这个时间预备了准备去摧毁它。那动5两的它重在防空，不跟动5不一样，因为这个军舰也是一样，不是说包山包海样样都行，它重在防空。所以你注意看，中共一个这个我们作战集群出去的时候，有动5两，有动54，然后还搭配大家来护卫动5是这个样。它这个总共是64个垂发，前面32，后面32。那针对任务性质，我认为它装的这个舰对空的飞弹多。我们讲这种大型的。这无人机 UAV 可以打这个我们讲的飞机，我们叫做防空，这个火力没问题。就这样，它上面挂的是红旗9B 跟红旗9C，都是比较现代的。那你这个海红旗9B 跟红旗，它不用海红旗9A 了，淘汰。那这海红旗9B 跟海红旗9C 都打200公里。那这样的话，先发现目标，反正交给 S-band， 然后这个海红旗9C 开始对目标做掌握，发射出去。不管是大型的 UAV 也好，或者是大型的这种战斗机或者歼击攻击机，那这都可以在它的这个火力涵盖范围之内。所以，我们今天呢要来看的话，还有一个最好的搭配，只是这里面没有写，就是空警500或空警600，这你要搭配。为什么？它可以在整个战场对空搜索还有对海搜索，通通交给空警500，或者是空警600。看是什么性质，是海军用的600呢，还是空军用的500？把整个空域交上去，然后经过链路 link 在一起，把这相关的讯号在第一时间收集给动5两 DM，这样来搭配，或者是将来的时候，这个空警500或空警600，叫收集的信号跟它攻击的目标，这个下发给
歼20或下发给真正出作战任务的歼16，那这样子去打海上的目标。这个以后就是说变成战场管理，然后大家都有一个共同作战图像，由作战图像做任务的分配很明确，你的目标就是这个。那目前它的航向、它的速度，还有它的吨位的大小或者是一些特征，它会告诉这个执行任务的飞行员。任务飞行员一发射之后，他就接管，把这个信号去导引这个飞弹过去攻击那海上的目标。所以将来都是一种任务型的搭配，没有一架飞机它要包山包海，什么都要去做执行。这样的话，让飞行变成单纯化、组合化，达到最大的作战效益。是好，我们看到整体来说，等于说这一次不管是海是空，解放军已经释出了各种的武器。不过现在外界其实也在做一个担心，就是因为有一些事情比较诡异。过去如果是做相关的演习的时候，其实不管是官方的媒体或官方或者是他们的媒体，可能都会释出一些消息，但是这一次却是一句话都没有讲，大家才在猜说没有讲的话，其实感觉是更可怕的，是不是有可能由演转战？零宣传的状况之下，这个类似过去太平洋的古巴飞弹危机，是否可能会真的到来呢？杨老师有怎么看？现在目前已经确定，还是至少有90艘以上的水面舰在整个黄海、东海的集结。那我觉得这个当然是在11月7号高市早苗的发言之后所看到的这个情况。目前我觉得目前还是在集结跟演习的这个阶段，他会不会接下来采取一些真正的任务的行动，不确定。但是呢，可能有3种。第一种就是持续的一种集结演习，产生一种威慑。这个威慑效应当然就是告诉日本、美军，甚至台湾这边。那针对高市的发言，因为高市的发言他提到，就是台湾有事，就台海战争会影响到日本的存亡事态，所以呢，暗示的有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自卫队派兵，而且是跳过美日安保单干的这样子的一种可能性。那他到现在为止不愿意收回，所以呢，大陆这边也不做任何其他的宣示，就是做兵力的集结。他觉得可能你们这些决策者，你们这些保守右翼不太了解，实际上现在中国大陆的解放军的发展，还大概是停留在10-20年前对于解放军的认知。你看今年光是印巴空战到93阅兵这2个事件，其实就显现解放军的就是整个武器的这种精良跟作战能力。因此，他就用这种方式来去有一种威慑。第二种可能呢，那就是有攻击。那这个攻击我们不确定会不会真的产生。我等一下回来讨论。那第3个呢，那就是封锁。这个封锁一定是针对台湾，因为高市自己在去年的时候，他也曾经说台海封锁就会造成日本的存亡积态，那你就来啊。不要忘记你还已经讲过了。所以我目前觉得现在在日本、韩国、美军驻日美军，甚至我们台湾所有的军队。海防以及国安人员还有情报人员一定是待命的，而且非常的就是说密切会去观察，可能甚至每个小时要提供相关的这些情资然后一段时间他立刻要做一些研析判断。我觉得目前军事层面判断这个比较是维持在威慑的这个效应上，但是你要做最坏的这种就是说打算，因此。这样子的一些怎么打算呢？你当然可能要待命，可能要因应相关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情况的出现。不过我个人觉得大陆这边目前没有其他的理由说这么快速的由演转战，但是呢，也要看日本这边的反应。那所以你看到这几天高市就开始不断的在退回原点做修正，可是大陆这边觉得你是这样在这个推脱，你在搪塞。没有真的这种就是诚意要去收回，以及面对这个问题，你讲错话，然后你事实上美国都不支持你，因为美国觉得，怎么你走的前面，要我来帮你收尾啊？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产生，川普还打电话给高市来去敲打，所以现在我觉得紧张的情势是很高了那让日本这边也了解到，自卫队这边一定都会。每个小时不断的讯息到防卫省，防卫省到官邸，官邸到高市，告诉他现在大陆在那边90艘水面舰集结，你一定要谨言慎行。我觉得形势其实在日本的政界是非常紧绷的，
好，我们今天开始的讨论呢，还是持续聚焦到现在这2天地缘政治最火热的热搜话题哦，也就是台湾有事论。这个论调呢，自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嘴里在公开场合说出来之后啊，是让这个中日的矛盾现在持续的在加温，跟持续的在上升。双方现在的外交战场呢，已经上升到了联合国要去告状的一个高度了。我们来看到中国的代表傅聪呢，他已经致函联合国的秘书长古特雷斯了，他要求高市早苗你要撤回这个台湾有事论，并且指控日本呢现在这动作频频，是不是对中国又发出武力威胁，没有学好过去这个军国主义的教训呢？那日本这边当然也是不示弱啊，他们同样状告到联合国了。来看到这个大使山崎哦，他同样是致函给古特雷斯，就做出了反驳，说日本呢没有要去发动武力威胁，只是在做一个被动的专守防御被动战略，可以说是双边各说各话，各有说法。那么北京手上现在的王牌呢，我们知道依旧是这个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然而这个敌国条款究竟是一个历史的东西，它放到现在还有没有用？虽然说是对日本动武无需安理会的这个授权，很有想象空间，但是想先请教大圈委员啊，这张牌敌国论是虚是实？一旦出招，是真的中国就可以去打日本了吗？我是不敢想象。但是如果真的东北亚打起来，第3次世界大战，我真的是感觉不远了。是所谓北京之所以要讲到的敌国条款啊，不是说北京要立刻发动对日本的攻击，它主要要提到的就是说，一旦台海发生冲突，这是中国自己的家务事。如果你日本在这个时刻你要插一脚进来，那么我就可以有这个权利，在不告知联合国安理会的情况之下，我就直接对你发动攻击了。这就是他当时所引用要敌国条款的一个最主要的这个最主要要表达的意涵啊。那我觉得敌国条款它其实是这一次的这个所谓的台湾有事论哦，这个北京政府所采取反制措施的组合拳里头一环而已啊，它并不是最主要的一拳啊。其实中国大陆现在是打了一整套组合拳出来嘛。从第一时间我们看到要求航班取消、观光客退订哦，然后接下来你看到的原本要开放的水产品，现在可能全面封杀，甚至会扩大范围，除了福岛的这附近的以外，其他的地区都有可能全面这个切断这个进口的可能。然后包含和牛，本来和牛的谈判现在也叫停，然后包含国际间的这个中日韩3国的对谈哦，就外交上的一些这个会议也全部喊停。那你更不要讲说日本艺人在中国大陆的演唱会，所有的表演节目都喊停。然后你今天看到的是什么？是军演哦，在黄海地区不断的在发动一波一波的军演。所以其实中国大陆手上的工具箱还很多啊，它还有各式各样的工具。但是坦白讲，我认为这样的组合拳就已经够了哦。那么现在虽然日本死鸭子嘴硬说，哎呀没什么了不起啦，日本观光客不来，还有台湾观光客。那你赌赌看嘛，你看看日本的观光业一年有多少观光来自台湾，有多少观光来自于中国大陆？你看看台湾能够补得上中国大陆的这个缺口吗？补得上嘛？就长远来讲，日本的观光业在这一波当中必然会遭受很大的冲击啊。肯定。那么只是现在日本政府死鸭子嘴硬，认为说没有什么关系。那你还不要讲水产品啊，还不要讲和牛嘞，一个是他们的养殖业这个渔业，另外一个是他们的畜牧业，这都会造成很大的冲击哦。那你更不要讲说，对中国大陆来说，他手上还有最后一张王牌，也是最重要的这张王牌。这张王牌是前2天就自己跳出来了，川普啊，川普自己就跳出来处理这件事情了。打电话了。你说川普到底是川普要先跟习近平讲话，还是习近平要跟川普讲话？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为什么这件事情要找川普出来处理？显然，习近平跟川普在上一次的会面的时候，他们针对台湾问题已经达成了某种程度的默契跟共识了。而日本莫名其妙的瞎搞事，结果呢，把原本的这个默契跟共识呢，又重新搅得一团乱。所以对川普来讲，他当然必要跟习近平解释啊，说我没有玩2手策略哦，高市早苗是自己自走炮，他自己搞出来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另外一方面，他也希望把这个局势缓和下来嘛。所以呢，川普在跟习近平对话完之后，就立刻打给高市早苗了。就对日本来讲，他现在当然咬着牙不承认，他说没谈台湾问题，就只谈这个其他的问题，最好是这样啊。大家知道，川普跟高市早苗才刚见面完没多久，那个高市早苗勾着川普的手走出来的画面，全世界都看到了。你说川普有这么爱高市早苗吗？手才刚刚勾完，现在又要再打电话跟他聊天，会发生这种事吗？
他会打电话，必然是有事发生的。他跟习近平也才刚刚见完啊，对，就算习近平是他的好朋友，也没有好到这个地步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北京打出来另外一张最重要的牌嘛，就是川普啊。那你现在来看日本要怎么处理了？日本再不退让，再不下台，那么接下来当然敌国条款就会形成一定的压力了。敌国条款对谁会有压力？对琉球群岛会有压力，对与那国岛会有压力。这两个岛屿这些群岛的民众会觉得干我屁事啊！台湾有事是他家的事，怎么会变成我日本有事呢？而且日本有事就算了，又不是东京有事，是我琉球跟与那国岛有事。那你说对这两个地区的民众来说，他怎么可能忍得下去嘛？所以对日本来讲我们最近看到的一波民调，虽然看起来高市早苗得到的支持度很高，可是他们进一步的问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将近有80%说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好，那如果台湾有事，你愿不愿意上战场为台湾一战？愿意承认的人还不到10%嘞。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就可以知道了嘛。你就真的让日本有事的时候呢，你就看看日本人是不是真的想要有事啊？是。好，那么除了祭出敌国条款呢，中国现在的海事局呢也是动作频频，并且是拉回到一个历史的基础上。我们来看到，在甲午战争过去的时候，北洋舰队呢曾经的基地刘公岛东部海域现在进行了实弹射击。那这座刘公岛是有些典故，快速跟观众朋友说一下，它的面积只有3.15平方公里，是北洋舰队的诞生地。那1895年2月的时候呢，日本军在这个威海卫之战歼灭北洋舰队之后呢，还曾经登岛并接收了岛上的一切。之后这个岛又几经辗转，还有经过到这个英国人那边，然后反正到1952年呢，解放军海军才正式进驻上去。所以你现在如果上刘公岛的这个景点的官方网站去看呢，还会写着勿忘国耻的一个警示之地代表中国曾经把这个地呢被很多人占领过，这个国耻不能忘记。好，现在中方刻意选在这个时机点，在这边要来进行军事行动，是在对日本释出什么资讯？老师，我把你这个问题稍微改变一下，然后回答你，就是中国人民刻意选在刘公岛实弹射击，是真的要跟日本再打一战。我跟你讲哈，刚刚的话呢，大家知道，在联合国的话，什么叫做敌国条款里面的话呢，就是敌国条款，你可以不用经过安理会的同意就直接攻击。对，这个其实等于是透过国际的组织来宣战，等于说可以直接攻击。那日本的表现的话呢，小泉进次郎前天的时候还跑到琉球去就强调说是台湾有事的3个步骤，然后呢把他们这个导弹的话呢往前延伸。那个与那国岛最近的地方离台湾只有110公里，近，在宜兰旁边。对呀，然后这个大陆离台湾最近的一个岛的话呢，有130公里，所以足以证明这个情况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但是这个不是真正问题，真正问题我要讲2个。我今天做了一点田野的调查。首先，第一个，我跟了一些同事，现在在日本做研究，还有跟一个我自己的学生，今天上午在聊，就是说他自己的话呢，在日本已经待了很长时间也是我们山东老乡。然后他基本上的话呢，也就是一个外表根本跟日本人完全一样的人。他跟日本聊天，我聊天后的结果才赫然发现，日本的年轻人呢，就是打嘴炮的多那讲的不怕的很多为什么说现在日本的年轻人打从心里是看不起中国人的而且的话呢，连带他跟我讲到说，连带在这个台大校园内有很多台湾人自己以为自己日文很好，听到他原来是中国人不是日本的时候，也连带的一起看不起他跟我讲说，我自己也觉得判断说，对大陆来讲，这次高市早苗的事情对中国构成了一个情感上最大的伤害。这跟我们哲学讲法一样，就是说，当你把你的潜意识的东西变成意识直接说出来的时候，那其实是非常伤害的。中国人不是不知道日本人看不起中国人的中国人害怕听到这件事情很害怕听到这个答案那中国人恨不恨日本人？非常恨你在台湾现在，你是不是中国人，你就用恨不恨日本人来作为一个标杆就可以了。那大陆就问都不要问你问我们这边大概都恨日本人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的话，这个里面涉及到你的潜意识当中，我的潜意识当中就对日本人没啥好感因为因为我们自己是山东人抗战家族嘛，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高市早苗犯了一个最大的过错。其实他就是把潜意识的东西说出来，但是日本现在在辩解你看刚刚那个三崎的话也在辩解讲说那个什么这个基本上的话呢，我们立场没有改变他只是把话说出来。但是这个里头大陆生气的地方就在于说，你把这事情直拉拉说出来，然后你把它讲成纯利危机事态，那你这个对大陆来讲的话呢，纯利危机事态一听，那918又来了，777事变又来了，所以我
我预言的哈，就是会有3种情况的。第一种情况的话呢，大概这个外交的层级会降低了，因为那个薛健讲的话，日本想把它斩首论，斩首论的话，日本想把它变成所谓的拉丁文叫 non grata， 就是说不受欢迎的人物，想叫他回来。那大陆很多人，尤其是解放军的放消息，如果回来的话，就是整个就外交就结束了。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撤侨，啊，因为现在撤侨是讲说玩到一半的不要玩，啊，就讲到就这么严重，是啊。然后第3件事情的话呢，我觉得啊，歼35跟 F-35啊，在空中有可能会遭遇。啊，这个是大家可以预料到啊，很多人呢就会认为说，哎呀，大概慢慢就事缓则圆呐，啊，会降低，没有降低的情况，要降低我就不答应，你搞成这个样子，你开什么玩笑？是好，岳老师做出了许多的这个判断，我们在持续要帮这个国际来持续的观察。那除了军事行动之外呢，现在在中国跟日本第一线老百姓感受最深的呢，当然就是经济跟贸易战，还有旅游战。我们可以说，因为这个现在中国人民啊，抵制赴日本旅游的力道是持续的加强。我们看一个数据，截至24号呢，已经有多达12条中日航线取消全部的航班了。我们这边简单列出一些取消率最多的航线，包括天津滨海到关西机场，这是高达了65%哦。那包括了南京飞关西、广州飞关西、浦东飞关西等等，都有明显的变动，并且你现在去东京的成田还是大阪关西这些主要的机场，出境大厅内，你都可以看到中国的游客，不管是留学生，还是去玩的，还是去移民的等等都好，现在都已经有排队要回国的趋势了。所以如果少了这一块海外消费的群体，那日本我们都知道，从 COVID-19 之后赶上了这个低汇率的状况，他们的旅游业是非常的火爆，非常的热，出现了一波观光财跟这个红利哦。但是现在得罪了这么大的一个海外消费群体，也就是中国游客，干哥，你觉得他们这个旅游红利要走完了吗？主力航线的上海到浦东啊，武汉到浦东，天津到天津到大阪啊，然后那个武汉到大阪哈，像这些主力航线呢，我就跟你讲，这是每天成田机场跟大阪机场都要去接的这些陆客，你知道吗？那等于是说，这是一种变成一种什么？这种很常见的一种例行性的这个事物，对不对？对于他们那些机场来讲的话，都是每天都有大量的陆客来啊，对不对？所以这对他们来讲的经济是很大的依托。每年啊，陆客为日本制造了90亿的观光财啊，美金哦。那每年到底日本跟大陆的双边经济到底是多少？3300亿美金。那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不重要吗？不重视吗？没有什么重不重视的。54万张预订机票，一天就退订，不可以了，一天就可以退订，你会觉得说真有效率，对，这就是中国的效率啊！你今天如果说放到任何民主国家，他都做不到。但是我今天就是表态，光是在旅游这方面，我看你承受得了，承受不了我们大陆的压力。那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他说到现在还没有到高峰，啊，有一个就是在那个大阪啊。他去，好像他是一个学生，中国的学生，他在当地，他说，我23号回来的时候，怎么看，怎么成田机场里面都是自己人，没有听到一句别的话，全都是不是京片子就是广东话。他说，这个好像春运一样，遇到春运了。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晓得说，其实大陆的杀手锏还没拿出来，最重要的还不是这个。刚刚岳老师非常激动说刘公岛这个地方，对啊。我讲一句实在话，刘公岛才是让所有中国人揪心的地方，因为在1895年甲午战争，你知道北洋舰队的提督丁汝昌为了打败他自杀，赢得了日本人的尊敬，就说中国水师就说海军啊，虽然打得一塌糊涂，但是光是这个舰队司令，也就是提督。他自杀这件事情，让我们对中国人还有一些的尊敬，但是大家要晓得，那是付出了北洋舰队，那个时候是精锐进出，结果不幸的都打败了，而且败得非常惨，只能用4个字来形容，叫全军覆没。100多年过去了，为什么习近平他现在一定要要求，他一定要高市早苗，你要收回这个话？为什么？不然的话，我就在这边军演，而且我们绝对不会再重演甲午战争的那种耻辱。是
我也相信中国在蓄积了这么多少年来的实力之后，不可能再让日本能够占到任何的便宜。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我觉得高市早苗你太低估中国的决心了。如果今天从外交事件演变成真正的实际冲突的话，日本你有没有决定要怎么样做？中国已经决定好要怎么做了，只是他没有告诉你而已。所以在川普跟你高市早苗通过电话之后，你会不是跟高市早苗，就之前啊，川普跟习近平通过电话之后，高市早苗发现说，哎呦，奇怪，川普怎么没有帮我讲话？怎么没有在这件事情上面去帮我跟中国缓颊？完全没有，川普完全没有提到这件事情。你就想要说，川普不要淌这个浑水。那如果川普不要淌这个浑水，是不是要你们日本自己去解决这个危机？那还是回到你首相的身上嘛，对不对？我就看这几天，如果高市早苗还是没有反应的话，中国的报复会更加剧烈。我们等着看。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